美航母带头，12艘军舰紧急部署中东。基辅请求批准深入打击俄本土，俄最大炼油厂发生大火。顿涅茨克战局分析，俄军8月在红军村方向会如何行动？俄投入新型无人机非洲局，消耗乌军防空资源。美新一代侦察机呼之欲出，太空情报网成关键。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和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相继遇刺后，中东地区就成了一点就燃的火药桶。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令要直接攻击以色列，以报哈尼亚遇刺之仇；又或是黎巴嫩真主党誓言要为最高军事指挥官舒库尔遇刺复仇。就连胡塞武装最高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也在8月1日表示将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据综合外媒8月1日报道称，欧美各国的外交官正在紧急讨论，设法阻止中东爆发全面战争。同时，美海军向当地派遣了包括罗斯福号、黄蜂级2栖攻击舰在内的12艘军舰，以及至少4000名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而保卫红海航线安全的任务全部交由欧洲联合编队接手。其中，美海军的罗斯福号、6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部分美军士兵在波斯湾打头阵，冲突发生时将协助保卫波斯湾国家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及盟国基地。在地中海东部，美军的部署则是以黄蜂号领衔的3艘2栖军舰，以及超2400名士兵和2艘负责护卫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将协助平民疏散，并保卫以色列。接下来回到俄乌战场。据乌军报告显示，7月31日至8月1日，俄军从沃罗涅日州、克里米亚、库尔斯克发射数量不详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7架见证者136、131无人机，再次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一系列有限的火炮、导弹、无人机袭击。其中，乌军防空部队在基辅、波尔塔瓦、赫尔松以及第聂伯罗等地上空拦截了全部来袭的俄军无人机，但其爆炸产生的碎片在基辅市造成数人受伤。俄导弹和火炮的袭击则主要集中在乌南地区。据尼古拉耶夫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维塔利·金表示，俄军用未知类型和数量的导弹袭击了巴什坦卡地区。在赫尔松地区，据该州长奥列克桑德·普罗库丁报告显示，当地至少有20个定居点遭到来自第聂伯河对岸的俄军炮火轰击，炮火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针对俄军的打击，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希望得到盟友的许可，允许使用欧美提供的远程导弹系统摧毁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同时，他还恳求欧美盟国提供更先进的防空系统和战机。据英国《泰晤士报》披露，首批6架来自荷兰的 F-16 战机已抵达乌克兰，甚至有人拍到了在利沃夫上空执行任务的 F-16AM 战机。然而，基辅方面表示，为了能有效反制俄罗斯的空袭，仍需要300架先进战机。当然，在获得足以对抗俄空袭的力量之前，乌军也没有放弃对俄本土能源设施打击。据俄媒报道，俄罗斯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发生大火，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也没有声称对此负责。但自2024年以来，俄罗斯多家石油企业工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炼油厂石油初加工装置停止运转。据路透社报道，仅第一季度就有至少7家俄罗斯工厂停止生产。泽连斯基也称，对俄炼油厂的袭击是对俄军袭击乌克兰能源部门的强烈回应，因此是乌军袭击的概率不小。而此次袭击若真是乌克兰所为，那乌军无人机的发展速度就太惊人了。要知道，鄂木斯克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超过3000公里。顿涅茨克地区的2大交战热点恰索夫亚尔、红军村。在恰索夫亚尔方向，据 ISW 报道，俄军已经越过卡利尼娜南部森林地带的运河，并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其建立的桥头堡据点。如有消息称，俄军可能从佐夫提尼维勒的住宅区穿过了260米的开阔地，占领了恰索夫亚尔无线电广播电台，从而获得了立足点。如果该消息属实，乌军在运河附近的防御工事就面临被包围的风险。乌军可能很快会从这些战壕中撤出。但据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则表示，运河附近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红军村方向，俄军在这里展开了数周攻势。泽连斯基8月1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进攻失败后，俄军就将大量装备和人员调往红军村方向继续展开行动。而俄军之所以能在这里持续推进，据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事观察员解释称，红军村方向的乌守军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存在缺陷，因此目前无法减缓俄军的推进。
他们称，由于欧美军援的延误，导致新组建的乌军部队无法快速形成战斗力，从而无法去往前线进行轮换。俄军正是抓住该弱点，才在阿夫提夫卡西北部逐步取得战术进展。接下来，俄军会如何行动呢？据8月1日公开的战线地图显示，从维塞勒开始，俄军已经沿 T0511 公路向红军村方向推进至距离格罗季夫卡郊区的约 3.5 公里。此外，俄军目前正沿着铁路线向通往谢尔西耶夫卡和热兰涅的防风林地区进行攻击。结合俄军当前的行动，俄军下一步应该会想方设法对驻守维塞勒和谢尔西耶夫卡的乌军部队实施战术包围。而整个8月的战斗，俄军仍会以战术渗透、逐步蚕食为主，其目标是继续扩大 T0511 公路沿线的控制区，尤其是奥切列季涅、格罗季夫卡、基米特洛夫这一段公路以东的控制区。当然，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战术推进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其一，俄军资源有限，无法长时间支持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其二，欧美加速了对乌克兰的军援，乌军新旅的组建和形成战斗力将变得很快。其三，俄军所面临的乌军下一道防线可能会在谢里多沃、诺沃赫迪夫卡以及格罗季夫卡镇一线。诺沃赫迪夫卡和格罗季夫卡的战前人口分别为14000人和2000人。比俄军自2024年2月开始向阿夫提夫卡以西移动以来，占领的许多较小定居点更大，且城市化程度更高，肯定会为俄军带来巨大阻碍。如俄军为夺取仅比诺沃和迪夫卡大一点的阿夫提夫卡，都进行了5个多月的认真战斗。如今，俄乌双方相比2024年初都已经变得更加疲惫，消耗也更大。加上乌军在这里占有地形优势，可以合理利用开阔的田野、小防风林以及几个长街区等进行阻击，因此俄军的推进速度无论如何都会放缓。乌克兰无人机专家别兹克列斯特诺夫通过俄军来袭无人机100%被击落以及无人机燃烧坠落视频分析指出，在7月31日至8月1日，俄军展开的大规模空袭中，俄军发射的无人机可能不只是见证者无人机，其还包括有俄军最新研制的非洲菊轻型无人机。据俄军部队斯大林之鹰及其发布的视频显示，非洲菊无人机的版本有3个，即讯号情报无人机、爆炸型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诱饵无人机。而根据乌军调查结果显示，在袭击中被击落的型号为讯号情报版本，该机型的定位明显是用来消耗乌军防空资源的。据悉，该版本和诱饵版本的非洲菊续航能力可能在300公里左右，可以分别用于收集情报和充当廉价假目标，从而精准打击乌军目标和消耗乌军的防空弹药。至于自杀式版本的非洲菊，其采用品质一般的摄像机，并能通过电视频道进行远程控制，相当于无人机操作手，采用类似 FPV 无人机的操作方式对目标实施打击。而见证者136无人机则是按照预设的坐标进行打击，也因此非洲菊的攻击距离更短，具体取决于视频传输的最大距离。当然，如果使用中继设备，其作战范围可能会从几十公里到100公里不等。总之，非洲菊的问世将使俄军无人机战术变得更丰富，可攻击电子侦察和蜂群养攻等任务。据战区报道，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近日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上暗示了一款新型且可执行 ISR 任务的平台。对此，外界普遍认为该平台可能是诺格的 RQ-180 隐形无人机，但 RQ-180 自2015年就已经开始服役，且可能已经投入小规模运作。而且近些年，美国防部十分重视太空机分布式星座的发展，因此并不能保证 RQ-180 会继续得到空军的支持。那新平台会是谁呢？在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太空机分布式星座。太空机分布式星座指的是将许多小型卫星部署到轨道上，形成一个网络，共同执行特定任务。这些卫星通常体积小、成本低，但数量众多，可以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并提供更持续、更可靠的服务。这种架构不仅对袭击具有很高的抵抗力，而且能提供对目标区域的持续监控，要比基于低地球轨道的感测系统更具优势。可以说 RQ-180 能干的活和不能干的活，太空机分布式星座都能干。因此 RQ-180 的未来不一定会继续得到美空军的支持。而肯达尔暗示的 ISR 平台被其描述为多种东西的组合，但具体信息并未透露。不过他还表示，现阶段会利用 E3、E7 预警机协助美空军平稳过渡到太空机能力和 E7 等新系统的组合。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美空军未来的 ISR 平台是能满足各类情报收集的多系统平台，其包含的不限于 ISR 卫星星座以及各种类型的 ISR 无人机，从而实现海陆空、太空的最佳情报传输。
据美国媒体国家利益报道，美国似乎正在研究一种新概念武器——潜水航母，且据有关信息显示，已经取得了有效进展。在该概念的初始阶段，美国海军首先验证了一个猜想：无人机既然能够向天空释放，那么也应该可以向海洋中释放。2013年，美国海军通过一艘潜艇向大洋深处试射了一架名为红方的小型侦察无人机。2016年，美国海军又对外宣称，正在尝试通过潜艇上的鱼雷发射管发射一款名为黑翼的隐形无人侦察机。尽管美国海军没有过多透露这两次测试的后续信息，但足以证明无人机是能够向海洋中释放的，而这也间接证明了潜水航母概念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一般而言，航母是海上浮动机场，能够携带极其庞大的战斗部队，在正面战场拥有强大的威慑力，而潜艇则是潜伏在水下，利用反潜技术让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可通过发射鱼雷和导弹进行作战。那么如果把二者相结合，诞生出的潜水航母又会具备怎么样的作战能力呢？首先，潜水航母将大大提高附近海域内的海洋控制力以及作战灵活性。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差足以决定胜负。潜水航母能够凭借其在水下的隐蔽性以及全球机动力，能够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关键区域，进行突然打击或支援己方作战。其次，潜水航母将对国际军备控制以及平衡产生深远影响。传统的航空母舰由于体积庞大、成本高昂，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拥有。但潜水航母的出现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其隐蔽性和多功能性使得拥有先进潜艇技术的国家有可能通过较低成本获得类似于拥有航空母舰舰队的战略优势，这将大大改变国际海洋军事力量的平衡。不过，这一革命性的技术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和担忧。其一，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高昂的研发成本，使得潜水航母的普及难度较大。即便是技术领先的国家，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有可能成功研制并部署。而且，作为一种全新概念的军事装备，其可靠性和实战效果还需经过大量验证。其二，潜水航母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就像过去的核武器、航母和导弹竞赛一样。这一新技术的出现将可能再次引发各国的追逐，其高昂的研发和维护成本或将进一步加剧各国的军事预算，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据防务新闻7月25日报道，莱昂纳多和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未来3年内向意大利陆军交付第一批 KF-51黑豹主战坦克以及 KF-41山猫履带式步兵战车。目前，两家公司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以相同比例的资金在意大利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该企业将专注于 KF-51和 KF-41的工业开发和商业化。后续将用于装甲步兵作战系统。莱昂纳多公司表示，该合资企业将于9月投入运营，预计将在年底前与意大利国防部签署合同。第一批 KF-41预计将在2到3年内交付，而 KF-51则是在3年内实现交付。约 40% 的组装量将在德国进行， 60% 在意大利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计划只是意大利陆军地面系统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的初始预算为50亿欧元，后续可能会在未来14年内陆续增加到150亿欧元。据战区7月27日报道，在2024环太平洋演习中，德国空军驾驶的3架台风战机刷新了该战机的长途飞行记录，从日本飞往夏威夷，全程共计10小时31分钟，期间没有落地，只用加油机进行了空中支援。对此，德国空军表示，能够达成这样的成就，全都得益于空中加油机提供的有力支援。可见，在现代化战争中，空中加油技术将会越来越重要。
据匈牙利国防军7月24日消息，莱茵金属公司已向匈牙利交付在其本土生产的首批山猫履带式步兵战车。KF-41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步兵战车之一。在结构方面， KF-41 长 7.3 米，宽 3.6 米，高 3.3 米，内部拥有巨大的空间，足可搭载3名成员，外加8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武器方面， KF-41 搭载有一门35毫米机关炮，还有一挺 7.62 毫米的并列机枪。在炮塔两侧的任务模块中，也可根据不同任务搭载不同装备，如有反坦克需要时，可以搭载2发长钉导弹。该导弹的基础射程可达5公里，机载版达到10公里，可以打击坦克等重型装甲车辆。在动力方面， KF-41 装备有双涡轮增压、直列6缸 D976 多燃料发动机驱动，并与伦克齿轮 HSWL-256 传动系统相连。发动机输出功率为800千瓦，爆发时可达850千瓦，最大公路时速为75公里每小时。在防护方面， KF-41 外部采用焊接装甲，必要时还能加装附加装甲，并且装甲表层还可喷涂防红外涂料，可以大幅降低被红外探测装备发现的几率，也有利于应对红外探测的反坦克武器攻击。内部则设计有防剥落衬层，以防车辆受损时内部车体脱落导致人员受伤。因 KF-41 拥有卓越的战斗性能，匈牙利曾对其大量采购，以替换陆军的 BRT-8080A 型轮式步兵战车。一部分由莱茵金属公司德国工厂打造，其余部分则由莱茵金属公司与匈牙利政府合资成立的公司，在佐洛艾格塞格设厂进行生产工作。而如今交付的这一批 KF-41 就是在匈牙利本土产出的最新型号。匈牙利陆军表示，这将会是其实现地面战力现代化以及国防自主化的关键一步。未来该厂还将继续打造后续的 KF-41 步兵战车，建构全方位地面机械化战力。据美国国防部8月1日消息，美国海军将把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普雷布尔号部署到日本横须贺。普雷布尔号长155米，宽18米，重9200吨，最大航行速度56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8100公里。它配备有多套雷达和反潜声纳系统，包括 ANSPQ-98、ANSQQ-89 等等，具有非常强的电子战能力。在武器方面，装备有一门127毫米轻型火炮，以及2挺 Mk38 机枪等，还有诸多能够通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的各种导弹，如 BGM-109 战斧导弹、RM-66M 地对空导弹、RM-174 导弹等，以及 Mk46、Mk50、Mk54 轻型鱼雷。值得一提的是，该驱逐舰还装备有一种划时代意义的武器系统，即60千瓦 Mk5 穆德林高能激光和集成光学眩晕侦察激光武器系统。Helios 具备致盲和摧毁无人机系统以及击败快速近海快艇的能力，而且还可以作为传感器使用，具备轻监侦能力。同时它还具备升级功能，未来可提升至150千瓦的输出功率。美国海军正在对其进行下一步发展规划，想要借此实现拥有全面拦截反舰导弹的能力。随着该驱逐舰到来，美国在日本的军力部署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此外，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持续不断地向日本加强兵力部署，如在日本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部署36架 F-151X 鹰式2战斗机，在青森县三泽空军基地部署48架 F-35A 闪电2战斗机。而作为美军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横须贺基地，这里则常年部署有美国航母以及陪伴战舰，包括多艘驱逐舰、巡洋舰和支援舰艇。这些舰艇配备先进的武器系统，能够执行从防空到反潜的多种任务。同时，基地内部还配备了先进的通信和指挥控制系统，确保部队能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迅速响应。
不过，随着美国在日本越来越多的部署行动，其军舰等设施的维护工作逐渐加重。部分军舰想要实现全面整修，需要从横须贺长途跋涉回到美国，这期间无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军正在和日本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在日本造船厂来执行维护翻修任务，以减少维修的周转时间。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12艘美军舰在中东能起到震慑缓和作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